人们忽然发现平整的山西大地上多出了一条裂缝，是有天人开凿，还是自然对我们的警示？如果你亲眼所见，就会发现这条位于运城西岐村外的裂缝，南北走向大约10公里，宽50多米，且笔直无弯，简直是鬼斧天工。奇怪的是，尽管这条大裂缝存在于这里，它的两侧之间却很难通行，难道不能建一座桥在中间吗？这里是知识天梯。说起这条大裂缝，当地人大多愿意称之为华沟，而这个外号也不是随口编造出的。如果熟读三国，一定会对前汉武烈侯周仓这个人物有印象。据当地人言传，这条南北通向的狭长窄道，便是少年时贩盐养家的周仓，在躲避盐霸之时，情急之下用肩上的千斤扁担用力划出来的，故此裂缝得名华沟。神奇的典故搭配着华沟这个奇迹，虽然曾经只是老人之间开启话匣子的一撮引线，可如今却也已经记录在平陆县相关部门的网站上，广而告之，得以经久流传，使人铭记。说完了大裂缝人造的可能，也不妨聊一聊它的天工所在。其实所有地表的裂缝，如果追本溯源的话，都能发现其本质永远与地壳运动脱不开关系。根据当地的地质专家推测，运城的这条大裂缝很有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地壳引力所致。常年的地质活动，地表的承受能力到达了临界点，最终形成了破裂和交错。机缘巧合但又合情合理之下，便创造了这条早晚会出现的南北相通的逼仄窄道。这条裂缝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创造力。也正是自然的力量太过强大，才让人们在了解其中的科学知识之前，只能用神迹来进行阐述。不过，也正是人们赋予其特殊意义的那一刻，见证着人与自然间交互的第一次共鸣。中国作为基建狂魔，逢山开山，遇水架桥，为什么一直没有在跨度仅有50多米的山西运城大裂缝上建桥呢？我们曾经征服过更加艰难的天险，无论是远在南边的陆安高速花江峡谷大桥，还是深入藏区的怒江大桥，其实都具有裂缝建桥的经验可供吸收，因为它们之间或多或少的拥有着地貌上的共同点。其一，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横跨高山峡谷，此处崇山峻岭被北盘江切割出一道深深的裂痕，峡谷两岸峰峦蜿蜒，由于陡崖坡度高达80多度，落差极大的地形为施工带来了诸多不便。花江峡谷对比逼仄的运城裂缝，难度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峡谷之中既然都能让大桥拔地而起，此处又会有什么我们难以攻克的难关呢？其二，怒江大桥是一座横跨怒江的连续桥梁，以其超长的单空跨度位居全国第一、亚洲第二，成为六库城区唯一一座连接东西两岸的交通命脉。山西运城裂缝南北朝向，同样贯通近10公里，但就宽度而言不过50多米。对于能够在高海拔之上逢山开山的基建狂魔，50米的平原距离，想必建造一座桥梁不过耗费吹灰之力。但最终，这条贯通10里的裂缝之上，终究是没有拔起任何一座通行桥梁。后来，在咱们不断的资料查询之下，蹊跷缘由水落石出。原来，虽然怒江和花江峡谷比这山西裂缝更加险峻，但其实地质地貌都已稳定，很难再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再难开的山慢慢开就是，再难走的水慢慢趟就是。然而裂缝呢？裂缝的出现本就是由于地质活跃，在如此活跃的地壳活动之上建造稳定的桥梁，这想法不亚于在活火山上搞基建了。桥梁的建造不仅考验着我们的建造水平，也考察着我们对地质地貌的勘探水准。人为让地壳发生运动可能吗？显然无异于痴人说梦。虽然这个结果保护了我们，却也同时限制了我们，因为我们将对于可能存在的地壳活动和灾难束手无策。以山西运城至今仍有变动可能的大裂缝为例，想要减少灾害，在此之前就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的了解。裂缝是怎么形成的？地壳的运动实质又是什么呢？
地壳的活动是指其在地球内部能量的促使下不断发生着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运动，其不断的水平运动就会使岩层发生隆起或者断裂，最终形成巨大的山脉或者裂谷。位于山西运城的大裂缝就是一条逼仄的峡道，近10公里的长度却只有50米的宽距。对于地表形成的裂缝，虽然主要是自然原因，实际上也存在着人为原因，例如灌溉行为对岩层的挖掘行为，最终在自然与人类的双重作用下，才加速形成了地表裂缝。不过话虽如此，虽然自然能够轻易地碾压我们个体，但是当我们化身集体共同面对自然时，也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地质运动并不是难以预测的，恰恰相反，通过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合理适用以及改造，便可以极大的预防地裂情况的发生，或者在天灾发生之时，避免造成更大的人员财产的损失。自然从来不是人类的专属，但作为地球上的主角，如果我们视若无人地对自然进行无度挖掘或者不合理的农业耕灌，那么地表裂缝的出现也就可以视为大自然反抗的表征。地表大裂缝说起来只是一种无情的自然现象，但谈到人类的发展前景和未来，那么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又一次面对面对话。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